各位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这个小小的角落。在这里，没有闹钟，没有未读消息，只有我和你慢慢聊。夜深了，如果你还没睡，那就听我讲几个小故事吧。就当是睡前的一碗热汤，喝完暖暖胃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说真的，我写这篇稿子之前，刚收到一条听众留言，他说自己好累，累到连发脾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说自己白天对同事笑，对客户弯腰，对上司点头，晚上回到家里，却连跟家人多说一句话都觉得费劲。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活在一幅画里，而画框是别人拿着的，上司怎么看，同事怎么看，家人怎么看，朋友圈怎么看，每一道目光都变成一根绳子绑住他的手脚，越勒越紧，紧到他喘不过气来。我看完这条留言坐了很久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这是很多人的日常，可能就是你，可能就是我，可能是每一个表面若无其事，内心翻江倒海的人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，那么今晚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如果你觉得我说到了你心里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别把我弄丢了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闹钟一响，眼睛还没睁开，脑子就已经开工了。今天要面对谁？要交代什么？要提防哪句话？上班路上，你在心里预演，如果老板问起那个项目，我该怎么答？如果同事又阴阳怪气，我该不该反驳，还是忍一忍算了？开完会，你反复想，我刚才那句话会不会得罪人？我那个表情会不会太僵硬？我是不是应该再补一句缓和气氛？下班回到家，你瘫在沙发上，明明一整天没干什么重体力活，整个人却像被抽干了一样。你跟自己说，我明明没有得罪任何人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累？说真的，这种累不是身体的累，是心的累。你的心每天都在应付一场又一场别人的戏。你怕被人讨厌，怕做错选择，怕说错话，怕被人比下去。你不断刷朋友圈，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，越看越慌。你不断比较，比完收入比学历，比完学历比孩子，比完孩子比房子，比完房子，连别人家的猫都比你家的猫可爱。你每天都在心里演100场戏，而你这个主角反而被自己挤到了最角落。结果就是人越来越累，心越来越空。明明很努力，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说真的，问题不是这个世界太吵，而是你把自己的耳朵全都交给了别人。你总是听别人讲，总是看别人做，总在想别人怎么想，但你多久没有听过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了？今晚想跟你分享的主题就4个字，别太把别人当回事。这4个字听起来很简单，甚至有点冷漠，但我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，这4个字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有用、最温柔、最能把人从泥潭里拉出来的禅练习。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叫你变得冷漠，不是叫你不理人，不是叫你以自我为中心，我是叫你把焦点收回到自己身上。当你真正开始不把别人当回事，你不会变坏人，你反而会变成一个轻松的、有力量的好人。你会发现，原来空气可以是甜的，原来走路可以不用低头，原来你早就有资格活得从容自在。今晚的节目，我不想讲大道理，我只想跟你讲4个小故事。这4个故事其实就是4个禅练习。第一个练习叫做不比较，第二个练习叫做不讨好，第3个练习叫做不自我关注，第4个练习叫做不背负。我们一个一个来，你慢慢听，听到哪一个进了你的心，你就跟自己说，好，今晚我就练这一个。先讲第一个故事。有一条狗叼着一根骨头过桥，
他走到桥中间，低头一看，水里面居然也有一条狗，也叼着一根骨头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更大更肥美。这条狗马上不开心了，心里想，为什么它的那根更大？为什么我每天这么辛苦才找到一点点吃的，它轻轻松松就咬着一根那么大的骨头？他越看越眼红，越看越不服气。终于他忍不住张嘴扑进水里，想去抢水里面那条狗的骨头。结果很简单，水面一散，水里面那条狗不见了，自己原本叼着的那根骨头也掉进水里，被水冲走了。他在水里挣扎了半天，才狼狈地爬上岸，湿淋淋的，肚子饿，什么都没有。故事讲完了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条狗很傻很蠢？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我们多少人每天在做着这条傻狗，只不过我们不是在桥上扑进水里，我们是在生活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手里的骨头扔进水里。你加班到深夜，快收工的时候，顺手刷一下朋友圈，看到老同学在海边度假，夕阳、沙滩、红酒，配着一行字，生活很值得。你心里立刻一紧，明明刚才还有一点满足感，一秒之间全部消失，换来的是一个反问：为什么我每天在熬，他就在享受？为什么我做到这么晚，别人就这么逍遥？你刚跟家人吃完饭，本来挺温馨，挺开心，但是你想起了隔壁老王家儿子又考了年级前10，你望着自己的孩子，那句你什么时候才肯争气差点就冲出来。你忍住了，但那一顿饭你已经吃不出味道。你去参加同学聚会，看到以前成绩比自己差的人现在开着好车，你表面恭喜，内心却翻起酸浪。回到家整晚睡不着，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以为你在激励自己，你以为你在追求进步，但说真的，你只不过是在把自己碗里的热饭一次次拨到地上。你天天望着别人的生活，越望越觉得自己不够好。你天天跟人比较，比较完之后什么都没得到，反而把自己原有的那份安稳，那份平淡，那份本可以好好享受的当下全部搅乱了。说真的，别人的生活怎么可能样样都好？你看到的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。海边那个老同学可能刚刚跟客户吵完一架，这次是散心，不是度假。升职那个同事可能已经连续1个月睡不好，压力大到头顶开始秃。别人家儿子考了前10，人家还烦着青春期，烦着亲子关系。你永远不会知道别人光鲜背后有多少鸡毛蒜皮，有多少无声的叹息。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确定，就是当你总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，你一定会错过自己的生活。你碗里的饭其实是热的，你闻不到；你身边的人其实是爱你的，你感受不到。你今天做成了一件事，其实很值得开心，但你开心不起来，因为你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过自己。你望着对面那座山，以为自己这座山矮，但你不知道，对面那座山也有它自己的风雪。所以第一个禅练习就是把眼睛从别人身上移开。这个练习很简单，但很需要毅力。今晚睡觉之前，你试着做一件事，不用搞什么大工程，就想3件今天让你觉得舒服的小事。不用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一碗热汤面，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阵凉快的风，甚至是你走路的时候看到一朵开得很好的花，都算。你慢慢就会发现，原来我的生活也有这么多好东西。原来我一直望着别人那块田，觉得自己这块田荒芜，但低下头才发现，自己这块田其实有花开。金句来了，大家记住这句，别人的生活是用来祝福的，不是用来比较的。你羡慕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可能也在羡慕你。而你碗里的饭，这一刻就是全世界最香的那碗。你信不信？你信，你就开始松绑了。第二个故事，
我讲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。有一个老人带着自己的孙子，牵着一头驴去镇上赶集。走了一段路，有个村民在路边指指点点，你看那个老人，这么大年纪自己骑驴，让小孩子走路，真没良心。老人听到脸都红了，马上下来说，好，我不骑了，孙子你骑。换了孙子骑，又走了一段，又有人说，这个小孩真不孝顺，自己骑驴，让老人走路，怎么做人孙子的？老人一听，又觉得很惭愧，于是说，好，我们一起骑。爷孙俩一起骑上去，再走一段。又有人说，你看那两个人，骑着一头这么小的驴，也不怕把驴压死，真是心狠。老人一听，觉得也是啊。于是爷孙俩一起下来，牵着驴走。没想到还是有人笑，你看那两个傻子，有驴不骑，还要走路，真是蠢死了。老人听到，头都大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想了好久，终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，就是爷孙俩一起把驴抬着走。结果走到桥中间，驴不习惯，挣扎了2下，掉进桥下，被河水冲走了。最后爷孙俩两手空空，站在桥边，望着河水发呆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一头驴也没有。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听过，但今晚我想请你重新听一次，因为这个故事表面上讲驴，实际上讲的是你，讲的是我，讲的是千千万万个讨好型的灵魂。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做人？在公司，你永远不敢说不，老板加工作给你，你明明已经忙到飞起，手头上3个项目排着队，你都可以马上说，好呀，收到，没问题。同事把手头的东西推给你，你明明一肚子火，但怕得罪人，怕破坏关系，于是默默接过来，还要装得很乐意。你每天加班，做到深夜，家人问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？你说，没办法了，我不做谁做？但真的是没办法吗？还是你怕，你一拒绝，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好，觉得你不合作，觉得你斤斤计较，觉得你不够好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都不敢让别人皱一下眉。在感情里，你更加小心翼翼，对方挽回你信息，你不敢催，怕自己烦，对方不开心，你不敢问，怕自己多事，你自己有委屈，更不敢说，怕一说，关系就散了。于是你把所有的不舒服，所有的失望，所有的眼泪，全部吞进肚子里，装成一个很乖、很体贴、很懂事的人。你每天跟自己说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但你退一步，别人进一步，你再退一步，别人再进一步，退到悬崖边，你才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。在家里，你也是这样。父母跟你说，哪个学校好，哪个工作好，哪个对象好，你明明自己有想法，自己有梦想，但你还是说，哦，好，我听你的。你怕父母失望，你怕自己不够孝顺，你怕自己一出声，家里就会吵，于是你一路退，一路让，让到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位置。你以为，只要我让所有人都满意，我就安全了。但现实是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，因为每个人的期待都不一样，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。你想让老板满意，就会得罪同事；你想让同事满意，就会得罪家人；你想让家人满意，就会委屈自己。你想要一个万全之策，想找一个所有人都点头的答案，就像那个老人想抬着驴走，结果最终只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掉进河里。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不是老板的赞赏，不是同事的笑脸，不是父母的安心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的感受，是你自己的意愿，是你自己这一条独一无二的命。所以第2个禅练习就是停止讨好全世界。这个练习不是叫你变得自私，而是叫你明白，
你不需要为每一个人的情绪负责。别人不满意是别人自己的功课，不是你的罪过。你拒绝了别人，不代表你是坏人，只代表你这一次选择先照顾自己。你不会读心术，你不可能预知别人的反应，你也不是神，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。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。你要明白，别人怎么想你，你控制不了，但你怎么对待自己，你完全可以选。金句又来了，别人怎么评价你，是别人的功课，你怎么过自己的生活，是你自己的修行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你是为了活出自己的模样。当你开始不再讨好，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真正留在你身边的人，一个都没有少。那些因为你拒绝过一次就疏远你的人，本来就不是真心对你的人，反而你内心多了很多空间，多了很多力气，你可以用来走你自己的路。你不需要再抬着驴走，你可以轻轻松松走你的路。第3个故事，我想讲一件很小很小的事。有一个年轻人，早上起来换衣服，发现自己白衬衫胸口位置有一块很小很小的污渍，可能是吃早餐的时候滴到的，可能是写字的时候蹭到的，总之就是一块很不起眼的污渍。他很紧张，但又不够时间回家换衣服，于是他就带着这块污渍出门了。一整天他都缩着肩膀，微微弯着腰，不敢跟人站得太近。开会的时候，他坐在最角落，低着头，怕有人留意到他的胸口。午饭的时候，别人叫他站起来说句话，他都摆手说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坐着讲就行。他心里面一整天都在演戏，同事会不会笑我，老板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，隔壁那个女生会不会因为我这块污渍对我印象打折扣。他想了108种可能，每一种都让他手心冒汗，心跳加速。他甚至觉得全公司的人今天都望着他胸口那块东西。终于熬到下班，他飞一样回到家，见到老婆，第一句话就问，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我衣服上胸口那块污渍？他老婆愣了一下，很认真地看了他一阵，说，你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我真没留意。他再问，同事有没有人提起？老婆说，你都回到家了，一整天都没人跟你说，不就是没人看到吗？那一刻，年轻人站在那里，突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他为了一块根本没人注意的污渍，担惊受怕了一整天，缩着身子一整天，连午饭都吃得不安稳。说真的，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像你？你怕自己说错一句话，别人会记住3年；你怕自己在电梯里打招呼的姿势不够自然，别人会在背后笑话你；你怕自己发一条朋友圈，点赞太少，会显得自己很孤独，于是写完又删，删完又写。你出门之前对着镜子换3套衣服，最后还是不满意，临出门还要回头多看2眼。你走进一个房间，如果场面安静了几秒，你就会觉得，大家是不是在看我？是不是我说错了？是不是我今天不够好？你站在街边等车，都觉得路过的车里有人在望着你。你每天都活在被注视的紧张里，你好累。心理学里有个词叫聚光灯效应，意思就是说，人总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，总觉得自己站在舞台中央，头顶有一束光打在自己身上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看。但现实是，每个人的聚光灯都只照着他自己。你出丑的那一刻，别人也许笑一下，但转头就忘了，因为你的糗事不够他自己的烦恼精彩。你每天都在担心别人怎么看你，但别人根本没有时间看你，他们忙着看自己的手机，忙着想自己的房贷，忙着烦恼自己的感情，忙着比较自己的人生。你那一块污渍在你心里面很大，在别人眼里面根本看不到。这个真相听起来有点残忍，
但我告诉你，它真的可以救你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知道，其实没有人在看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敢大步走路？你会不会敢穿那件你很喜欢，但怕别人觉得夸张的衣服？你会不会敢在会议上面说出你真正的想法？你会不会敢犯错？你会不会敢大声笑？所以第3个禅练习就是放下你的舞台，不要再扮演全世界的观众。你以为全世界都在看着你，其实全世界都在看着自己。既然观众只剩你一个，你就可以舒服一点。你是自己生活的主角，但你不是全世界的主角。这个认知不是打击你，是解放你。金句来了，你天天担心别人怎么看你，但别人连你今天穿什么颜色都不一定记得。你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焦点，其实你只是自己生活的主角。既然是主角，你就有权决定这场戏怎么演，穿什么衣服，说什么话，走快还是走慢，放松一点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这句话你今晚跟自己说3次。第一次说给你那块污渍听，第2次说给你的紧张听，第3次说给全世界听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真的没什么大不了。第4个故事跟你讲一个禅师。有一个禅师想渡过一条很宽的河，岸边有一只小船，他就划着船，很辛苦很用力地划到对岸。上了岸之后，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没有把船放下在岸边，而是把船扛到自己肩膀上，继续走路。山路又斜又崎岖，船又大又重，他走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肩膀都被压出红印，脚步越来越慢。有个路人看到，觉得很奇怪，就追上去问：老师傅，你怎么不把船放下呢？你已经过了河了。禅师气喘吁吁地说：这只船帮我过了河，我舍不得啊。路人听到，直摇头，心想这个禅师傻的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禅师是不是很傻？但我告诉你，这个禅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们已经分手5年了，但还是天天提起前任。当年他怎么辜负我，当年他怎么伤害我，当年那段日子我有多么委屈。这段关系早就已经过了河了，但他们还是把船扛在肩膀上，一扛就扛了5年甚至10年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们很久之前被人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，比如说你不行，说你没用，说你不够聪明。那句话可能是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过，可能是第1份工作的时候上司说过，可能是家里人无心说过，可能是一个你以为很亲近的朋友说过，但他们把这句话听了进去，带着他走了10年、20年。每次遇到新机会，每次想往前走一步，心里面那句话就会跳出来：你不行的，算了吧，你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很可惜？一句已经过去的评价，一件已经结束的事，一个已经离开的人，明明都属于过去，但他们每天都在压在你心上。你走路，他们跟着；你睡觉，他们跟着；你笑，他们也在。你白天表面没事，晚上回到家里，整个人就被这些旧东西淹没。你发一条朋友圈，等着别人点赞，少了几个，心里就不舒服。你做一个决定，明明自己已经有想法，但没有人支持，你就不敢动。你为家里付出了很多，等着一句感谢，等不到，就觉得委屈，就觉得整个心都凉了。你想一想，你把自己的价值交给了谁？交给了别人那句话，交给了别人那个反应，交给了别人那个眼神。别人赞你一句，你就开心到飞起；别人没理你，你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没有意思。你的情绪完全由外人控制，这样的生活又怎么会从容，又怎么会有力量？禅宗里面有一句话，叫做船到岸，人上岸。船的作用是帮你过河，不是陪你走路。过了河之后，
船就应该放在岸边，然后你有空甚至可以回头跟他说一声谢谢，但你一定要转身继续走你自己的路。别人的评价是这样，别人的认同也是这样，他们可以是你过河的工具，但不可以是你走路的包袱。别人夸你，你收下，谢谢，然后继续走你的路。别人批评你，你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然后继续走你的路。别人没有反应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要的肯定最后都应该来自你自己。你要知道，你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谁的一句话，靠的是你自己那份日复一日的坚持，靠的是你那份跌倒之后懂得自己站起来的韧性。所以第4个禅练习就是船到岸，就放下船。今晚你睡觉之前，试着想一想，有没有一句话，有一个人，有一段过去，一直压在你心上，压到你喘不过气来。你试着在心里面对他说一句，谢谢你曾经帮我过河，但现在我要放下你了。如果真的放不下也没关系，你不用逼自己，你只要知道你是可以选择放下的，就已经是一个开始。金句来了，别人的话听过就算了，别扛着走路。你的人生不是靠别人一句话撑起来的，而是靠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你的脊梁不是为了扛别人的评价而生的，你的脊梁是为了撑起你自己的天空而生的。好，今晚4个故事讲完了，让我帮你捋一捋。你不用记那么多，记住4句就行。第1个故事，狗和骨头，教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。你碗里的饭自有它的香气，你望着别人碗里，只会凉了自己碗里的汤。第2个故事，爷孙骑驴，教我们不要讨好全世界。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，但你可以让自己心安，你不用抬着驴走路。第3个故事，衬衫上的污渍，教我们不要放大别人对我们的关注。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在看你，你可以走得轻松一点，你可以笑得大声一点。第4个故事，禅师扛船，教我们不要背负着别人的评价走路，该放下就放下，该出发就出发，你的路还很长。这4件事讲到底都是同一件事，把焦点收回到自己身上，别太把别人当回事，不是叫你冷漠，不是叫你自私，更不是叫你不理人，它是叫你清醒，清醒地知道别人的评价替代不了你内心的声音，清醒地知道你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批准，清醒地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而是为了活出自己的模样。我知道要一下子做到很难，你可能会说，我怕，我一放下就会失去，我一拒绝就会孤立，我一不比较就会落后。我明白，这些怕都是真实的，但我想跟你说，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爱笑，爱跑，爱大声说自己想法，爱穿那件自己选的衣服？那个你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被一层一层的别人压在了最里面。你不需要变回一个小朋友，你只需要慢慢把那一层一层的别人一件一件放下。从今晚开始，你试着每天做一个很小很小的练习。起床的时候，看着镜子，跟自己说一句，今天我的感受很重要。遇到为难的时候，停3秒，问自己一句，这件事我到底想不想做？如果答案是不想，你可以试着说一次不。睡觉之前，在心里面跟自己说一句，今天我做得不错。不用要求自己做得很完美，只要是你真心的选择就已经很好。这些练习很细小，很温柔，但它们会慢慢把你的焦点从别人身上拉回到自己身上。当你开始不再那么紧张别人怎么看你，你会发现原来风是凉的，饭是热的，孩子的笑是真的。
楼下那家豆浆原来一直这么好喝，原来你一直追求的从容，从来都不在远方，它就是你放下别人的那一刻，心里面那阵安静。日子还很长，路还很远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学会跟自己好好相处。而今晚，你这门功课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今晚这4个故事，有哪一个触动到你，有哪一句话进了你的心，希望你帮我点一个赞，转发给一个你觉得需要听的朋友。有什么心事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讲给我听，我们一起聊，我就当你是朋友，你当我是一个深夜电台，有空就来坐坐，喝杯茶，聊两句。好啦，今晚就聊到这里，你早点睡，不要再想那么多，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陪伴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一个夜晚不见不散。晚安，好梦。